马腾字寿成，是东汉开国名将马援的后代。马革裹尸的典故便是源自于他。马腾作为其后代，这一身份在著作门第的汉代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成为后来其家族虽一度没落，但仍能崛起的原因。结合献帝传和典略的记载，马腾的父亲名叫马平，字子硕，出生于扶风郡。汉桓帝时期，他的父亲曾担任天水郡栏杆县尉，后来因故失去官职，于是便在陇西地区与羌族部落杂居。因家道中落，马平一度陷入贫困之中，也因此未能迎娶名门望族的汉族妻子。后来马平娶了一位羌族女子为妻，生下了马腾。不过这一特殊的背景使得马腾对羌族聚居地的情况极为熟悉，以至于在后来凉州军阀混战中，马腾获得了大量羌人的支持，在当地很有群众基础。而他的儿子马超在《三国演义》中更被诸葛亮尊称为神威天将军，以显示羌胡对他的敬畏之情。虽然这个称号有艺术创作的成分，但是马超及其马氏家族在羌人中间的威望是一直以来各路文人史学家的共识。年轻时期的马腾由于父辈的没落，致使家境贫寒，没有固定的产业，于是经常进山中砍伐木材，然后背到集市贩卖，以此维持生计。他身高8尺有余，大约是现在的1.85米以上，因此体格非常的健硕，面貌鼻梁雄伟奇特，这很可能是因为羌人血统造成的生理特征，类似于五官深邃立体的西方人。但与他高大威猛的身材相比，他的性格却又是贤良厚道，当地人都很尊重他，并非单纯的一介武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公元184年农历11月，西北凉州陇右地区发生了以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首的羌族叛乱，叛军中的凉州义从宋建、王国等人设计逼反了凉州名士边章和韩遂，使其成为叛军领袖。随后在边章、韩遂的率领下，叛乱迅速席卷凉州各郡县。隔年公元185年，凉州叛军的战火延烧至三府地区，严重威胁到长安和皇家陵园。朝廷的军队多次与边章、韩遂联军交战，但一度处于不利的局势。公元186年，韩遂杀害了一起起兵的边章以及北宫伯玉、李文侯，拥兵10余万，随即围攻陇西郡。此时韩遂叛军的声势愈发壮大。与此同时，当时的凉州刺史耿弼信任并任用坚硬的官吏，特别是宠信至忠陈求，对其委以重任。陈求便以此谋取私利，盘剥百姓，导致当地民怨四起。而叛军王国等人伙同氐族、羌族持续在凉州作乱。在此乱局之下，州郡官府为了平叛，紧急招募士兵。出身贫寒、勇武过人的扶风人马腾也在被征召的行列之中，由此步入了军旅生涯。州郡长官对他的才干感到惊异，便任命他为军从事，辅佐军事长官统领部队。在此之后，马腾讨伐叛军，立下战功。在耿弼任凉州刺史期间，升至其麾下的军司马一职，从而有了独立带兵的机会。中平4年，公元187年4月，刺史耿弼集结6郡兵马，准备讨伐叛贼王国、韩遂等人。时任汉阳太守傅燮看出耿弼已失去人心，此战必败，便提出建议，认为耿弼刚上任不久，还未来得及教化军民，所率的部队是临时拼凑，缺乏训练，是一群将兵之间缺乏信任感的乌合之众。率这样的军队涉险远征，面对万众一心的叛军，官军极易战败，而且更危险的是，军队内部很可能出现叛变。于是主张暂停军事行动，休养生息，抓紧时间整顿内政，严明赏罚，以等待敌军内部出现分裂的时机。但耿弼没有听从傅燮的劝告，大军行进到陇西郡狄道县的时候，与叛军列阵交战期间，果然内部发生了叛乱，亲信陈求和耿弼本人先后被自己的别驾杀害。而在此期间，陇西太守李相如趁机发难，投靠了韩遂，在杀害耿弼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共同主导了这次事变。耿弼军队惨败，韩遂和王国的联军趁势东进，包围了傅燮镇守的汉阳郡。尽管城中兵少，粮食也几乎消耗殆尽，但是太守傅燮仍然坚守城池。城外数千名曾受其恩惠的北地胡骑感念旧情，叩头请求护送他安全离开，为其提供了唯一的生路。傅燮13岁的儿子傅干深知父亲的刚烈性格，委婉劝其暂避锋芒，归乡后保存实力，以便将来辅佐明君，匡济天下。但傅燮拒绝了逃生的建议，表明必死的意志。他引用儒家的伦理观，坚定必须坚守死社稷的惩戒。他将幼子托付给主仆杨惠，完成了身后安排。而此时叛军首领王国派遣原酒泉太守黄衍前来劝降，傅燮勃然大怒，痛斥其身为朝廷命官却为反贼游说，随即率部出战，最终战死沙场。
朝廷后来追谥其为壮节侯，对他忠烈的气节给予崇高的肯定。刺史耿弼败亡，太守傅燮战死。此时凉州最高的军政系统已然瓦解，在权力真空之际，耿弼的原部下军司马马腾也选择了拥兵自立，而叛贼王国也以合纵将军自居。至此，凉州的叛乱势力京城韩遂、敌道叛将王国、新军阀马腾实现了大联合，他们共推王国为名义首领，整合力量向东进犯商府地区，再次威胁到了东汉王朝经济要地。中平5年，公元188年，王国被推为共主后，亲自率军围攻陈仓，但是被皇甫嵩与董卓联手击败。王国兵败后，威信大损，韩遂、马腾等人随即将其废黜。不过，《后汉书·皇甫嵩传》和袁侯的《后汉纪》记载，王国是战败而亡，这点与《后汉书·董卓传》记载有所不同。但不管如何，马腾、韩遂的凉州联盟失去了公认的领袖。于是，韩遂等人试图扶植汉阳名士严宗作为新的象征性领袖，以维持联盟的统一。但是，严宗不愿做傀儡，进而愤懑而死。至此，叛军内部已很难产生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领导者。严宗死后，维系联盟的最后一丝民意纽带断裂，于是以韩遂为代表的实力派军阀开始了公开争权夺利，导致联盟内部火并，部族们也随之分裂。而马腾的势力便是在这个阶段逐渐独立壮大，最终与韩遂形成凉州的两大割据势力。他们时而和解，时而争斗，凉州的局势愈发混乱。中平6年，公元189年，董卓进京废了汉少帝，另立刘协为天子，也就是汉献帝，开始祸乱朝纲。次年，公元190年，关东各州郡组成联军讨伐董卓，董卓迫于压力焚烧洛阳，然后胁迫汉献帝西迁长安。为了巩固西方侧翼并增强实力，他试图联合同样出生于凉州的实力派军阀韩遂与马腾，借助他们的凉州精锐骑兵，以增强对抗关东联军的实力。而韩遂和马腾看到天下正在大乱，也想借助董卓的势力起兵，这是一个基于利益交换的短暂联盟。董卓需要他们的军事支持，韩遂、马腾则需要政治资本和扩张的机会。典略记载，在初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90年至192年，董卓把持朝政期间，马腾被封为征东将军。并且在这个时间段，马腾和中央朝廷之间还产生过一次互动。当时马腾因军队缺粮，上表朝廷，请求移兵到粮食充裕的池阳县一带驻军，并且获得了朝廷的特许，同意其移屯至长平岸头，也就是长平关附近的渭河河岸一带。而长平关位于池阳县南，但是此举遭到了当地将领王成等人的武装抵制。王成的身份不明，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可能是当地守将，也可能是属于其他势力。他们对马腾的军营发起了进攻，当时马腾正好外出，营寨没有做好充足的防备，于是很快被击败，被迫向西撤退。公元192年，政局发生巨变，农历4月，司徒王允联合吕布诛杀了董卓。随后，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反攻长安，杀死王允，控制了朝廷。至此，关中局势愈发混乱。在这个时候，马腾、韩遂率众东进长安。《后汉纪》记载，一开始马韩两人前来是准备营救天子的，但后来可能是看到郭李二人已经把持朝政，他俩便准备归顺当前的中央。随即，李傕所控制的朝廷正式授予马韩两人众号将军的头衔，韩遂为镇西将军，马腾为征西将军。这是他们从叛军身份转变为朝廷命官的关键一步，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性。随后，朝廷将他们分区安置，安排韩遂返回其根据地金城郡，承认其在凉州西部的势力范围。而马腾这边安排他驻军在关中要地眉县。马腾的父亲本身也是出生于关中右扶风，对于马腾来说也算是龙归故里，使其在老家关中地区确立起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意味着他的势力正式从凉州延伸至关中核心地区，获得了更富庶的基地和更大的政治舞台。而眉县曾是董卓驻乌储粮之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马腾从陇右地区而来，准备到朝廷觐见，将军队进驻至灞桥一带。然而，当时马腾因私下向李傕提出个人请求没有得到满足，而非常恼怒，于是决定袭取长安。另一方面，李傕等西凉军阀把持的朝廷暗流涌动，反对势力异常活跃。中郎将杜秉因为和李傕集团的核心智囊贾诩有私人恩怨，从而选择站到了李傕的对立面，于是威胁扶风郡的官吏和百姓替马腾据守怀里城，准备与马腾联合攻打李傕。
前凉州刺史崇绍是太常崇福的儿子，但是崇福被李傕无端杀害，出于为父报仇的动机，崇绍毅然加入了马腾阵营。于是侍中马宇与建议大夫崇绍、左中郎将刘放等人密谋，配合马腾袭击长安，自己作为内应，以此诛杀李傕等人。但是等到马腾带兵抵达长平关的时候，马宇等人的密谋意外泄露，无奈之下只好被迫逃往怀里城。刘放是益州牧刘焉的长子，他叛逃至马腾阵营后，便向其父刘焉请求援兵，同时马腾也想拉拢刘焉，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于是便派遣使者前去联络，而刘焉也派出校尉孙肇率领5000益州兵前去协助他们。就在马腾和李傕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汉献帝曾派遣使者前去调停，但未能成功。而另一方面，韩遂也率领部众前来，原先也想调解李傕与马腾之间的矛盾，但不久之后，他又与马腾联合，准备一起袭取长安。而朝廷这边，李傕派他的侄子李历联合郭汜、樊稠与马腾等人在长平关下交战。一番激战过后，马腾兵败，被斩首1万多人，被迫退回凉州。紧接着，樊稠与李历等人率领数万兵马围攻怀里城，攻城军趁夜色架设云梯登城。随即城池陷落，杜炳被斩首，头颅被悬挂示众，而马宇、崇绍、刘放等人全部战死。刘放的弟弟刘荡，也就是益州牧刘焉的第二子，也受到牵连，被李傕收捕后处死。义郎庞熙是刘焉的亲家，当时身在长安，于是便带着刘放、刘荡的几个儿子入蜀投奔刘焉。马腾、韩遂退兵后，樊稠等人又率军去追击他们，而韩遂则派人传话给樊稠，说道：天下局势反复无常，将来会怎么样还未可知，你我同是凉州老乡，现在虽然有一些过节，但将来总会和好，我们还有机会共事，希望能当面谈一谈。于是两人各骑一马出阵交谈，双方在一起谈笑了很长时间，行为举止非常亲密。当追击的军队归来后，李历立刻将阵前的情况报告给李傕，说道：樊稠和韩遂之间兵马交谈，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但看起来关系非常亲密。于是从这件事以后，李傕和樊稠之间便开始互相猜疑，为之后在长安城中军阀混战、汉献帝东归埋下了伏笔。在此不久之后，李傕等人又和马腾、韩遂讲和，改任马腾为安狄将军，韩遂则为安祥将军。公元195年，长安城中军阀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李傕、郭汜等人在城中兵戎相见。随后，李傕等人放纵士兵抢劫掠夺，攻打洗劫各个城池聚落。他们的士兵像蝗虫一样，将长安及其周边土地上最后一丝气息吞噬殆尽。关中三府地区彻底沦为地狱。此前，该地区大约还存在10万户，约100万人口。但是经过2年的军事掠夺，农业生产秩序被彻底破坏，贸易被阻断，粮食无法生产和流通，到处充斥着饥荒，最终导致出现人相食的场景，关中人口几乎灭绝。后来曹操所创作的诗词作品《号里行》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关中地区触目惊心的场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可见大量的死者无人掩埋，尸骨暴露在原野之上，到处都是，千里之地听不到鸡犬之声，100个老百姓中仅幸存1人。面对关中混乱的形势，马腾便暂时不再东来，转而与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开始的时候，双方的关系还十分密切，但越到后来，因为双方的部下互相侵扰，因此关系逐渐紧张，最后竟演变成仇敌。马腾首先进攻韩遂，韩遂败走之后，韩遂又集结部众回来进攻马腾，竟杀死了马腾的妻子和其中一个儿子。双方的冲突旷日持久，积怨越来越深。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许昌。时间来到公元199年，曹操全力在东方与袁绍、吕布、张绣等势力周旋，无力西顾。而当时关中地区自从李傕、郭汜败亡之后，便陷入了以马腾、韩遂为首的大小军阀混战的状态，且直接威胁到曹操后方的安全。于是曹操上表朝廷，任命钟繇以侍中身份兼任司隶校尉，并且持节都统关中诸郡，将后方的事务全权交给他处理。钟繇抵达长安后，分别写信给马腾、韩遂等人，向他们陈述归顺与对抗的利害祸福，同时派遣凉州牧韦端去调解马腾、韩遂等人的冲突。于是马腾、韩遂各自派遣自己的儿子到朝廷入职，实则充当人质，以表明归顺之心。至此，马腾、韩遂从与中央对抗的地方割据势力，转变为接受中央管辖的地方藩镇。
公元202年，袁尚在黎阳抵抗曹操。与此同时，袁绍的侄子并州刺史高干联合匈奴单于攻取平阳县，进犯河东郡。而袁尚所任命的河东太守郭元也前来增援，并且他们派出使者西去联络关中的各将领，企图与他们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曹操。面对袁尚的使者，马腾最初的立场是同意与其结盟，这暴露了马腾以及韩遂作为地方军阀典型的投机心理。他们并非忠于曹操，也非倾向于袁尚，而是谁给的好处多，谁的赢面大就跟谁，或者同时两边下注，观望等待时局的变化。但是经过其幕僚傅干的一番局势分析，马腾逐渐改变了立场。同时，曹操方面，钟繇派遣张继去游说马腾等人，向马腾分析了投靠曹操和依附袁尚的利害得失。马腾等人最终选择了曹操一方，并且派遣他的长子马超率领1万多的军队，同时兼任司隶校尉、督军从事一职，然后与钟繇会合，一起进攻高干、郭元。此战是马超首次以主将的身份参与军事行动。战斗中，马超非常勇猛，虽不幸被刘建射中，但是他强忍剧痛，持续作战，最终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极大提升了马超个人在凉州的声望，以及在马腾军中的地位，为其日后统领西凉军队对抗曹操奠定了基础。《三国志·钟繇传》记载了当时的战况。起先，钟繇就预料到郭元刚愎自用，必定会轻敌渡过汾河扎营，于是决定趁其渡过河水前发动攻击。郭元的军队抵达后，果然轻率地开始渡河，众人出言相劝，但郭元不从。结果，郭元的军队还未到达汾河的中央，就遭到了钟繇、马超等联军的攻击而大败。郭元自己也被马超的部将庞德亲手斩杀。此战过后，迫使匈奴单于投降了钟繇。也是在这一年，曹操为了更好地巩固与马腾、韩遂等西部诸将的关系，并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平定河北袁氏这件事上，于是上表中央朝廷，任命马腾为征南将军，韩遂为征西将军，并且都允许他们开设府署。后来，朝廷也征召段位入朝，担任大鸿胪。不久，段位因病去世。建安9年，公元204年，曹操攻占邺城。在次年正月，经过南皮之战，曹操斩杀袁谭，基本平定了河北。但是在夏4月左右，辽东、辽西、右北平3郡乌桓受袁绍单于势力影响，发动叛乱，进攻曹操在幽州的盟友鲜于福。这对刚刚占领河北冀州、统治未稳的曹操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曹操必须亲自率主力北上讨伐，以稳定幽州的局势，并清除袁氏的外援。而在西北并州，原已投降曹操的并州刺史高干，趁曹操主力部队远赴幽州作战之机，在后方举兵反叛。他控制了并州上党军的湖光天险，严重威胁了曹操河北根据地邺城的侧翼安全。同时，高干试图在并州、河东、关中地区煽动起事，制造混乱，以牵制曹操的注意。河内郡的张胜聚集了1万多人，在崤山、营池之间流窜劫掠。河东郡的魏固、弘农郡的张衍也各自起兵响应高干。为了防止关中失控，不能让这些叛乱蔓延至关中地区，曹操果断做出应对，再次委派熟悉关中事务的钟繇和张继负责平叛关中的动乱，而他们2人又一次征召马腾等关中军阀部队作为平叛的主力，试图让他们从关中的西面进攻河东、弘农的叛军。而马腾也再一次经受住了忠诚度的考验，听从了钟繇、张继的调遣，出兵相助。而在同一时刻，曹操派遣乐进、李典从东面进攻并州高干，形成东西并进之势，以求快速粉碎高干的叛乱势力。不久之后，马腾联军很快击破了叛军，斩杀了张衍、魏固的首级，稳定住了河东和弘农郡的局势，切断了高干与关中的联系，为曹操第2年亲征并州创造了稳定的侧翼条件。而乐进、李典虽未能立刻攻下湖光，但成功的将高干压制在并州一隅。建安11年，公元206年正月，此时曹操决定亲率主力彻底解决高干这个心腹大患。而高干听说后，于是留下他的部将夏昭和邓生守城，自己则亲自前往匈奴单于那里求援。见到高干已经大势已去，匈奴单于便不再接纳高干。而曹操的主力部队围攻湖光3个月之后，成功攻下了城池。而高干则逃往荆州，途中被上洛都尉完颜抓获并斩首。此役过后，才算是彻底肃清了并州及关中东部地区的袁氏单于势力。
公元208年，在南征荆州前夕，曹操急需确保后方绝对的稳定，尤其是关中地区不能留下隐患。而此时的马腾虽名义归附，但仍然手握重兵，是一大不稳定因素。一旦曹操的主力深陷南方，而马腾联合韩遂或其他的势力在关中作乱，将导致曹操腹背受敌。于是中央征召马腾入朝任职，让他回军驻扎在怀里，并且晋升他为前将军，授予假节的权力，封为怀里侯。前将军的军事职位位次9卿，高于其原有的征西、安迪等将军号，是重号将军，荣誉极高。而假节意味着马腾在军事上拥有诛杀违令者的权利，象征着朝廷极大的军事信任和授权。而怀里侯属于县侯，是汉代侯爵中很高的一级，高于亭侯、乡侯。这套组合是对马腾极高的褒奖与笼络，将马腾的地位推向了其个人生涯的顶点。同时让其入中央兼任卫尉一职，卫尉属于9卿之一，掌管宫门禁卫，是中央高官。此举也意味着将马腾彻底调离军队和辖区，到中央担任闲职，实则作为人质。虽然马腾有考虑到自己已经年迈，加上与韩遂之间持续的矛盾，他的主观上可能是有一部分意愿想要入朝侍奉中央的。但是面对曹操，马腾虽然口头上答应，但始终怀有戒心，行动上犹豫不决。而张继恐怕发生变故，于是传令各县催促准备物资粮草，让2000担的高官出交迎接，做出大将将至的姿态。看到这个阵仗，于是马腾不得已在12月被迫启程东行。朝廷任命马腾为卫尉的同时，又拜马超的2个弟弟马修为奉车都尉，马铁为骑都尉。而身为长子的马超则被任命为偏将军，独自在外统领马腾原来的部众，其余的家属都迁往邺城，实则作为人质节制马超的行为。做完这一切，标志着马腾作为独立军阀的生涯已经终结，也为其家族的悲剧埋下了伏笔。而马超领兵之后，又与韩遂勾结在了一起，形成了新的马韩联盟。时间来到建安16年，公元211年。这年的3月，曹操派钟繇讨伐此时已经占据汉中多年的张鲁，此举立刻引发了关中诸将的恐慌。马超等人认为曹操想要借机吞并关中各部，于是便联合韩遂、杨秋、李康、陈仪等10部势力起兵反曹，紧接着迅速集结部队屯兵潼关天险。于是曹操转而着手对付关中联军。期间，曹采纳贾诩的计策，离间分化马超和韩遂之间的关系。就在敌人内部离心离德、士气动摇之际，曹操与马超等人择期会战，运用合理的战术，大破了关中联军，斩杀了陈仪、李康等人。马超、韩遂则逃往凉州，关中地区就此基本平定。建安17年，公元212年。马超非但没有归顺东汉朝廷，反而联合凉州各少数民族部落，起兵祸乱陇西各郡县，进而围攻凉州刺史韦康所在的蓟城。从当年的正月开始，一连围攻了8个月。当时蓟城参军是赵昂的妻子王毅也参与了守城战，他毁家纾难，拿出自己的财产分给将士们，自己也身披战衣，亲自站上城头作战。但是连日的战争消耗了城中几乎所有的粮食，始终没有等到援军的到来。为了城中百姓的活命，刺史韦康开城投降。但是入城后的马超却毁约杀死了刺史韦康和汉阳太守。《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就在该年的5月，也就是马超攻打蓟城期间，曹操愤而将马腾诛杀，并且夷灭其3族，马腾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点。2年后，建安19年，公元214年农历元旦，马超侧室的弟弟前来蓟城贺岁，宴会上他向马超敬酒祝寿。而在这一刻，马超内心的痛苦、悔恨、愧疚与绝望的情绪突然涌上心头，让他几近崩溃，竟捶胸吐血说道：“我马超全家上百口人，一夕之间全部毙命，如今只剩下你我2人，难道还要互相道贺吗？”可见被曹操诛杀的马腾家族规模非常庞大，这更加剧了马超内心的痛楚。可以见得，马超并非一个冷血无情之徒，而是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导致了何等的惨剧。此情此景，英雄末路，令人扼腕。9年后，张武2年，公元222年，马超去世，享年47岁。马超临终之际，上书给冀汉朝廷，说道：“我马氏家族200多口人被曹操诛杀殆尽，只剩下堂弟马岱，因作为家族微弱香火的继承者，深深托付给陛下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诉求。”可见，直到逝世的那一刻，家族灭绝之痛都是马超无法摆脱的梦魇和枷锁。遗言中，他没有对功业的回顾，没有对朝政的建议，只有最原始、最本能的希望家族唯一的血脉得以延续。
也许在弥留之际，他脑中闪现最多的就是与父亲马腾一起在陇西旷野之上驰骋的背影。纵观史书中马腾的一生，他从边地豪强到朝廷九卿，从砍柴放心为生的边陲少年，到周旋中原龙宠至极的一代军阀，最终在政治博弈的终极赌局中输掉了自己和全族的性命。马腾一生的行动逻辑皆以保存并扩大自身势力为核心，在汉廷、韩遂、董卓、李傕、曹操之间反复投机，忠君观念淡薄。生涯末年，他曾试图通过以己为治、换子嗣军队保全的策略延续家族，但他低估了曹操集权的决心与马超的冒险性格，才导致全盘皆输。最后，大家觉得，如果马超兵败渭南之后悬崖勒马，选择归顺曹操，而不是于次年围攻蓟城，曹操会放过马腾及其家族吗？感谢大家支持与观看。